机器人一旦淘气起来，变种人都束手无策，这是变种人历史上最强大的敌人。人类为了消灭变种人，研发出特种机器人哨兵，它能直接克隆对手的超能力，在面对刚力士的重击，哨兵立马复制形态，再将对方一拳砸扁。而太阳黑子的高温也只是被他轻松化解，更别说冰人的绝对零度。哨兵复制太阳黑子的温度，从容将冰人克制，甚至连 X 教授和万磁王都对他束手无策。近年来，他屠戮了无数变种人，只为创造出一个干净的世界。X 教授深知对方强大，提出穿越到过去，将哨兵的开始扼杀在摇篮中。原来，在上个世纪70年代，一名博士提出反变种人的计划，并利用模型女的基因打造出能克隆超能力的哨兵，发动了对变种人的屠杀。而穿越到过去会对身体产生巨大负荷，在场的人中只有狼叔蛮横的自愈能力才满足穿越条件。于是狼叔自告奋勇，在幻影猫的帮助下，成功回到1973年。狼叔醒来后，连忙找到当时的 X 教授。在听完来龙去脉后，教授虽半信半疑，但还是提出得先找到万磁王，毕竟当时的万磁王可是最强的变种人。但当狼叔听到万磁王现在的处境后，也是面色凝重。此时的他正被关在人类守卫最森严的监狱里，狼叔只得先找帮手，正是自带 BGM 的快银。在快银的速度下，根本没人能看清他的位置。于是他跟着守卫进到监狱，再利用手掌的快速震动，成功打碎了玻璃。面对门外的警卫包围时，快银也只是小心提醒道：“注意你的脖子。”随后就是一个瞬移，成功逃脱后，弄明白事情原委的几人，同时也意识到哨兵的危险，决定一同前往阻止灾难的发生。另外这边，一个大漂亮缓缓解开衣服，谁知衣服下的身体正在慢慢变化形态，这就是他的超能力，能复制出别人的模样。在显出原形后，一个侧踢解决了对他图谋不轨的男人。女人不是怪物，而是变种人模型女。她此行的目的就是要假借男人的身份混入高层会议，解决掉反变种人的博士。谁知在会议上，博士的探测仪精准锁定了他的位置。模型女见状不妙，立马发起攻击，却被暗处的警卫偷袭。好在教授及时赶到，救下模型女。没想到万磁王偏激，他打算直接干掉模型女，只有这样，他的基因才不会落到博士的手上。旁人当然不会答应，赶紧冲翻万磁王。模型女趁机逃走，而万磁王穷追不舍，从天而降抓住模型女。好在这时野兽赶到，抱着万磁王摔进水池。但万磁王可没那么好惹，反手控制金属困住野兽。在四下一看，发现模型女早已溜之大吉，而他们在众目睽睽之下使用超能，已经引起了群众的恐慌。博士自告奋勇，打算提前研发出代哨兵，但他不知道的是，万磁王早就趁乱拿走了哨兵的设计图纸，已经将哨兵的结构记得烂熟于心。于是，在哨兵运输途中偷偷拦截，再用金属分解渗透进哨兵的身体，从而获得了哨兵的控制权。而不知情的人们还准备了一场哨兵的发布仪式，宣告起了无变种人时代的来临。殊不知模型女也混入其中，正盯着洋洋得意的博士，准备掏枪暗杀对方。教授及时发现了模型女，立马用意念控制对方。如果现在博士被干掉，那无疑是向全世界说：看到了吧，我们变种人确实很危险，所以现在一定不能动手。但就在这时，博士身后的哨兵莫名启动，像是听到召唤，朝着人类发起了攻击。万磁王走到球场中央，轻微操动意念，瞬间地动山摇，整个球场原地拔起，朝着天空缓缓飞去。他顺便控制起哨兵，朝着人类发动攻击。这就是全盛时期的万磁王，他不想求和，只是想警告人类不要染指变种人的世界。接着他将整个会场笼罩，阻断了支援的警察。暗处的狼叔见状，连同野兽一起扑上去，暂时拖住哨兵后，狼叔朝着万磁王冲去，试图阻止对方疯狂的行径。谁知万磁王着实强大，只是控制一根钢筋就贯穿了狼叔的身体，再随手一甩，将狼叔扔进河里。殊不知在遥远的未来，早已被哨兵感应到教授等人的位置，派遣大批人马赶来，落地开始大开杀戒。变种人们顽强抵抗，却还是逃不出被干掉的命运。就连万磁王也是束手无策，只得连连后退，借用金属暂时防守。而这边的万磁王的战斗却显得无比轻松，他已经扶持了博士众人，并对着直播大肆宣告，怂恿全世界的变种人联合起来，一起推翻人类的压迫。这时从人群中走出一个男人，不远处的哨兵检测出这男人是变种人，朝着两人冲杀过来。而天真的万磁王却丝毫没有察觉，随手将哨兵分解。谁知男人抬手一枪击中了万磁王，原来他正是模型女。此时的模型女早已被仇恨冲昏头脑，恨不得现在就干掉所有人。但这样一来，无疑是向人们宣告变种人的不稳定性。这时教授催动意念，劝告模型女以大局为重，毕竟人类和变种人和谐共处才是更为美好的未来。最后模型女终于放下仇恨，随后潇洒离去。与此同时，未来的险境也同时化解。看来因为模型女的一念之差，成功改变了历史进程，构建了一个和平的未来。电影到此结束。在这个未知多变的世界，未来永远不是定数。你们说他会不会是下个大 boss？ 关注小影，精彩不错过。